上等他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跑到这里来接，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？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？出站口在那边，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哎呦！你靠近那一瞬间，风都变得有点甜。我假装在看旁边，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。咖啡冷了一点点，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，偷偷想你一整天。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？像老电影泛黄的对白，却让我一直期待。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。西瓜，是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出站口太冷了，我穿大衣都要冻死，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，有暖气的。然后既然检票了，我就跟着下来，不然少检一张票，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，不检火车怎么赶走？喂，我不是说9点吗？你还敢提？你是跟我说的9点，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，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，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，一列是10点多，根本就没有9点的。你干嘛骗我？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。我怕你说，林雨森算了，太早了我爬不起来，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。我才不会这样呢。现在我知道了。给你，帮你带了小笼包，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。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路上正好看见，就下车买了。你就当我一时抽风。怎么会？我正好饿了，我们找个店热一下。好，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。是吗？那很合适现在吃。走啦，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？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。
我们带着一份上门，会不会像踢馆？有道理。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。啊，谢谢。谢谢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快尝尝。哇，吃得惯吗？一会儿吃完，你想去哪里玩吗？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太湖现在也太冷了，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，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，或者去三国城、水浒城，不然源头渚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。好啊，那就去梅园，梅园门票最便宜了，你帮我省钱了。我来开吧。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，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然梅花都谢了。怎么开到太湖边了？前面有个路口，你开错了。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，你开中间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，而且我合理推测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。不要回头了，这里很好。什么？你看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。一开始在公司，你才会那样对我。是。那你后来为什么？明明在你心里，我曾弃你于不顾。身不由己。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。我
或许佳琪没说清楚，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，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，所以选择性遗忘。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。又或者，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，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，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。我找了很多个原因，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，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，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？一点都不感动。你问都不问我，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。可是希光，除了你，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想过会不是你。对不起。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？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，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，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，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？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，你爸爸就来了。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，跑那么久？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。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，可是最后却发现，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一个谎言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。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希光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大3寒假，参加完宴会，回南京后，原来比我晚。这几天，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。什么？元旦后，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。你说，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，那样我不会怨恨，不会去想，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可是，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。以后我和你在一起，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
希光，我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。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什么内疚，是正常发展，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.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,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Oh, can you feel my heart's with you? If you ever wanna know,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.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My heart is only you.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,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？什么时候有的规则啊？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，好吧，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。我刚刚只是不作为，可没乱指路，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。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还要去梅园吗？不用了，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。 那我们直接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记得过年前，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，从头吃到尾。好像是说过。你记性真好。那当然，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，我都牢记于心。以后会计给你当，那就去南长街。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。妈，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，不回来吃饭了？你怎么知道她来了？你都是我生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。哦。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什么？就是刚刚，我们支支吾吾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谈恋爱啦？嗯，才谈呀？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。 才没有，就刚刚才开始。所以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
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。行，算我没白养你。好了，你跟小林好好吃饭，回来妈妈再跟你说。嗯，好。好了，跟妈妈说好，我不回去吃了。好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既然都告诉阿姨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？不行，你要专心开车。明白了。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，我打几个电话。啊，工作电话吗？当然不是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我平时难道不大方？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，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要请。哎，名义上。不是吧？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，动得这么快啊？哪里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。什么？家长都见过了？我去买个梅花糕。小心。啊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人呢？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带他去买梅花糕。哎，别，他在你边上吧？我受不了了，把电话给小聂，我要跟他说几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。哎呀，你少废话，快点！师兄想跟你说话。喂，方师兄。小聂啊，你也不好好管管。我在这加班呢，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。难道要晚上说？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，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，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。小聂啊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看他多嘚瑟呀，轻浮，太轻浮了。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还有没有机会退货？师兄，他把手机抢走了，都听到了。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！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，我去买梅花糕了。阿婆，2个梅花糕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现在抽了这么多。师兄，怎么了？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，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，谈不好恋爱，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最好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是。哎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。明晚不行啊，我要去苏大听讲座。那就有空呼我啊，最好也不要太早。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，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影响我食欲。关医生，56床病人家属找你。哎，行了，你的劝言我已经收到了，挂了啊，我先去忙了。快来买单，我要了4个。一共32块。好嘞。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啊？
不着急，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。真的？假的，我特别着急，特别招摇。奈何瑞士时间，我妈还没起床。帅哥给你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吃了再来啊。嗯。我撕一下，1人1半。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你要以后不想吃，可以给我。哦，好吧。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？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，花总推荐的，我发给你。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，我都想听一听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那肯定啊，你要当我司机。第二个想吃什么？这个吧。我想起来，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。谁？等一下，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。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。江瑞，不告诉他的话，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，又要哇哇乱叫了。听起来后果很严重，必须要及时告知。不过，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？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。而且，我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，毫不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我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哦吼，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？林哥嘛，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。是早就找到了，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。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，安排合理不？非常合理。
那你快下车啊，要赶不上了。等等，还有件事。干什么？握手道别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，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？不要骗人，来，写一下。听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我带走。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，命运写好的剧情。Just you and me, just you and me。妈，你在等我啊？回来了。9点50，还没满10点呢。我又没说你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小林呢？当然是回苏州啦，我把他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。过来坐。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？我们去看了梅花，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，下午去了灵山大佛，晚上吃了排骨跟鳝糊，刚刚才把他送回去。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。好呀，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，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，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？哎呀，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，早就安排好了，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。跟小林在一起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，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，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，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。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，运气好的话，什么心都不用操啊；运气不好，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。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。有妈妈，我就是最好的运气。哼，这恋爱没白谈呀，嘴都变甜了。我头发已经吹干了。那早点睡，今天跑了一天。你也早点睡。
你都跑了好多天了。好，那晚安。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。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？以前不够名正言顺，现在说早安和晚安，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。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。这几天你不见了，还觉得怅然若失。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对了，明天去听讲座，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，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。还有着装要求？当然。人呢？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，怎么才能像大学生？什么发型？发个照片来看看。不发了，锅盖头。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？真的晚安了。好，真的晚安。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从火车站接到你，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，这么难看？没有啊，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。但是，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。那怎么办？低下来，拿着。不这么严实，好像好一点。主要是给你看的，你满意就好。那就这样。哎呀呀！行，哎。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？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，也没心思打理，经常就这样。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。都在上海家里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。
林总，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哦。谢谢夸奖。好像来听的人很多，我们快点。被你的发型耽误了，我们好像来晚了，怎么办呀？我们也坐地上。只能这样了。坐近一点，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。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电池技术的讲座，要听吗？要。最近做流光花园，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，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。对了，我告诉大家，光伏小花园叫流光花园。现在才说？聂小姐是会保密的。哎呦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。花总还赞赏地说：“好名字啊！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。”那花总保守了。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。那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。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。那当然。PERC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。我这次去了西北，感触很多。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PERC 电池量产，要给你抢着花总用了。那花总得开心死了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就在实验室呢。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。我们先去吃饭，就在苏大食堂吃。好呀，方师兄可说了，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。廉颇老矣，没有可不能退货，毕竟牛是他吹的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哎，还有一个汤啊，好，竟然排尾这么多，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？不是吧？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，所以才给的多。这太多了。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，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。哎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。虽然老师请我吃排骨，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。2块也不行。那就算了，反正挂科了，也是要重修的，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。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，换个课。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？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！你说的对。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。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，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。我以前做事嘛，也算是认真，
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。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，一切就变了。我需要去学习，去了解所有的逻辑，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。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，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，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。哎呀，我说的有点乱，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的感受？就是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站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、完成任务。明白。所以说，我也是有功劳的。那可未必，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。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，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。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了。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。而且啊，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，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，我又有点开心。开心什么？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8个字嘛，迭代技术，重返西北。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，所以我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，感触颇深。光伏需要西北，西北也需要光伏。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，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。我们跟紧国家，不要掉队就好。嗯。林总出差回来，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，我很感动。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吗？星光，你和林总对在一起了。轻点儿，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星期6。天哪，这消息这么新的吗？没偷偷摸摸吧。不过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。怎么影响了？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？啊？你看啊，林总虽然是副总，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，对不对？你更是个打工的。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？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？影响一点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。对了，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？他不会是忘了吧？没忘，他昨天就说了，今天晚上请你们。这么着急？对啊，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。你才回来，明天就出差？是，我已经跟吴总约好了，去趟广州把合同签了。奇才把这个条件给我们，看来吴总很欣赏你。这人长得帅就是占便宜啊！对他来说也不无裨益。不过我还是亲自飞一趟，表表诚意。张叔。27厂区的设备清单，你这是？我看了国内最近几个光伏项目的招投标信息，隐约感觉市场在加速变化。过去大家都比拼产能、打价格战，
不太注重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迭代。但这几个月，较大标的的中标方几乎都在组件转换效率上有明显优势。这一趟去西北实地考察，遇见了几个能源所的研究员，大家聊了一聊，更肯定了我的想法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决定成败的一定是技术，谁先提高了组件转换效率，谁先降低了镀电成本，谁就能抢占高地。所以，我想广州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再去一趟深圳，和设备供应商协商，把设备清单做一番升级，加速推动公司 Park 电池量产。我肯定是支持的，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。可是光伏行业现在的现金流真的不太理想，升级设备意味着增补，意味着再投入，资金的压力会更大的。我倒觉得未必需要增加资金投入。开会前，我跟设备供应商电话探讨了2家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，粗浅提了一下双方依据我们新技术，共同研发新生产设备、共享专利、共拓市场的方案。对方对这个方案兴趣很大。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，那不仅缓解了双远短期的现金流压力，还拓展了双远未来的新设备业务，这是绝对的双赢啊！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广州，后天去深圳。好，点一个这个汤吧。可以啊。这个好像不错。林小姐，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？什么意思啊？林总，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？不是我们老板对吧？对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点。林总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不难推理，毕竟物以类聚。那我就放开点了。那我就放开点啦，点，夫人。哎，多点一点，我喊了我师兄过来，他饭量大。林总，这是你的阴谋吧？你喊个大帅哥来，我还怎么放开点啊？就停在这里好了，谢谢林总的大餐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下雨了，你们带伞了吗？有伞的，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。走了走了。西光没带伞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伞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享受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似你也似我。到了。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。好。抱歉，才在一起就要出差。
抱歉什么？你忘了？49%。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。为你赚钱？那我一定鞠躬尽瘁。被你提醒了，我这么奔波，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。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？什么？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而已。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，身边有我陪着你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吴总，好久不见。这期啊，你可要在广州多待几天了。我带你啊，多去几个地方。走啊，来。按照我们的方案，流光花园光伏安装面积共460平方米，屋顶260平方米，立面200平方米，装机容量50千瓦，月发电量4000多度。这里面主要考虑要不要用我们未来的新产品，如果赶得上的话，月发电量能达到5000以上。小聂，你说说。毕竟是示范型建筑，肯定要用转化率最高的组件，而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，成本可控。现在需要控制成本的还是建筑工程这部分。小包，报价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发一下。来，谢谢。给，放着。在去深圳的路上，今天我和小婉到建材市场询价，吃的这个看上去比我的好吃。还可以吧。今天有点沮丧。怎么了？觉得施工方有些材料报价水分太大，就自己出来问了一圈，但是没什么收获，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。怎么会是无用功？虽然比价听上去非常基础，但其实是整个项目甚至企业的核心和关键。即便短期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，但是你能立刻做出判断，并且耐心付出行动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哦，这是友情安慰吗？友情？糟糕了，我感觉我在做无用功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错了，我想想办法。
给我的是什么啊？干嘛给我这个？产品使用说明书，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。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？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。对了，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。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，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？聂小姐，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？那是感情经历吗？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老师拐去相亲，然后礼貌撤退？当然算。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，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。另外，提醒尊敬的客户，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，希望你能充分开发，积极使用。使用？怎么使用？你不要糊弄我哦，快点老实交代。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。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，结果发现是相亲。你要是很介意的话，就把简历退给我，我把这段删了重发。还可以这样，删了就等于没有啦？写错了，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，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。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？他求之不得，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，不给他介绍。你老实个头！等一下，看一下你的邮箱。你的简历，我早就看过了。不会吧？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。机缘巧合。哦。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。多谢好意，不用了。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，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哦，是吗？比如，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。完蛋了！怎么了？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。早安。早安。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？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，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，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。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，他每时每刻都存在，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。林雨森，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，难道你五行缺木？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。那么多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，光照是不够的呀。
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r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.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,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我回酒店了。今天舅妈跟我说，舅舅也去你外公的寿宴。舅舅也去，到时候我去找他。那你到时候别叫舅舅。刚刚就是顺着你好了。你外公这次寿宴办得很隆重啊，连我舅舅这种合作不多的都邀请。一方面是巴氏整寿，另一方面是为了正式宣布继承人。是我同学的上司吗？对。宣布了也好，免得他针对你。从我同学上司的反应来看，他肯定对你不友善。针对我？就他？你很自恋哎。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人，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。西瓜，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回去了。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，遇见了些小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。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，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，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，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，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。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。那可能是斤斤计较，面目狰狞，很不好看。好看看多了，想看看不好看。怎么回事啊？才在一起多久，叶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？哇，林雨森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。不用了，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学会了。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。是的，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。哎，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，直接参加寿宴，然后星期日再回苏州吗？我周六晚上回来，不过要到凌晨1点左右才能到，就不去找你了。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？星期天睡好再回来呀？当然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公司有急事吗？公司没有，我有。太久没见女朋友了，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兴吃早餐。西瓜，西瓜，买好吗？你看，我抢到了特价牛肉卷。买好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得挂了。我今天晚上去英杰他们宿舍吃小火锅，等你回来吃早餐。好，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。打我干嘛？这次都没说啊！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到你了。舅舅也去，到时候我去找他。妈，申请一下，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。
跟小宁说你来了？当然不能说，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？你们年轻人，老姜，哎呦，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。哎呀，老董的寿宴嘛，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。再说咱们姜总来，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。这位是啊，我外甥女叶希光，希光，这是郑叔叔。郑叔叔。哦，外甥女啊。啊，哦，这是聂总的千金。哎，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，所以就跟着你来了。聂总的事情啊，我也不清楚。哦，正议还没开始，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。好，来，行。老爷子还没来，几位盛总都到了。哎，你都认识吧？哦，跟博凯总之前打过交道，其他2位倒是没见过。哦，哎，那边去打个招呼。红领带的就是仲恺总。那边华总还在等我，一会儿聊吧。啊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好。吧台边上笑嘻嘻的是舒凯总。哎呦，郑总，我一直在找你呢。哎呀，王总，幸会啊！你先忙。行，我一会儿找你啊。哎，好。就是那个高总。哎呀，原来这就是陈远家的千金呀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这么漂亮，怎么不多出来玩玩呀？之前一直在念书，才出来工作。在哪里读书啊？留学回来的吧？就国内念的，自己考上的，江宁大学。哟，是名校呢，还是自己考的，真是太难得了。哎，对了，希光，这次在上海待几天呀？我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回来，让他带你在上海好好玩一玩。明天一早就回来啊。这个回了，我们去跟主任家打个招呼。哦，好的，行吧，那你忙着啊。好。他这个儿子啊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以后万一碰到，躲远点。哎，你说他怎么好意思提他儿子呀？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儿吗？以后啊，跟他做生意，都得多留个心眼儿，搞不好就产品质量不过关，以次充好。也算是看清他的为人了哈。姜总，哎，欢迎。哎，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？啊，这是我的外甥女儿希光。你好。程远的女儿啊？哎，老聂也不厚道啊。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，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。希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啊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。我家邢姐年龄跟你差不多，也安静得很。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。程瑞这2年发展的不错，恭喜。哎，过奖。好。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？难道读车了？好久不见，我那边招呼一下啊！好，哎，你忙，哎。哟，沈总啊，希光，舅舅，林雨森。哎，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！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，不就小林最出挑，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2眼。咱们去找他。哎，不，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。老盛总来了。我们老寿星出来了，
我们今天可不许说“老”这个字儿。我说错了，该罚该罚。老盛总一向低调，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，哎，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？公司高层都来了。啊，这是要交棒了。哎，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，长子长孙，直接交第3代了。这是我的孙子行杰，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！当然，当然，正直清壮。现在啊，年轻人的世界了。哎呀，本来还是有点悬念的，现在悬念揭开。什么悬念？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？我们老董的外孙，能力啊其实很强，以前还是个医生，跨界转行。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，他刚来一接手，哎，居然解决了，升得也快。之前类似的场合呀，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行杰一起在身边，大家都以为。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！我就怕他回来啊。你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？胜利者的示威吧，嗨，终究是家族企业，有个外子，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。如果不是车祸，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，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。什么看人脸色吃饭，他需要吗？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。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，不过如此。哎，老姜，声音小点，小点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？舅舅，我们去找林雨森吧。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？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！我在这看着，你自己去。好。林雨森，西光，你怎么会到这儿？就准你着急，我不能也着急啊。所以，我来这里接你。我猜，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呢。照片来喽，完成任务。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？多拍几张，一张给你加200。江叔叔好，哎又见面了。好好，小林这么一打扮啊，更帅了。哎，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，这么大的好事怎么瞒着不说呢？哎，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可别放在心上。哎，你们这一出啊，
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。啊，我们呀，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。哎，啊。 外公，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。我记得呀，江总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盛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看您啊，风采不减当年呢。不行，祝您越来越年轻，在叱咤商场的30年。那不成了老妖精了？这是我女朋友西光。哎，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？哎呦，我倒是想，可惜啊。 没有这个好福气，这是我的外甥女。哦，盛爷爷好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。我想起来了，2年前在无锡见过。对。又漂亮了，女大18变嘛。玉森快30了。 终于找到女朋友了，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。外公，被你说的，我好像有点滞销。可不就是有点吗？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，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，一起吃吃饭。好。好。玉森啊。 好好招呼着，江总。哎，咱们一会儿见啊！好，一会儿见啊！哎，这谁啊？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，他们的女儿？是啊，如今的远程集团，这可有意思了。江叔叔，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？ 去吧，正式宴会前回来。